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大家每天都要吃饭，但有没有认真想过，面前这一碗白米饭究竟是怎么来的？它从一粒种子开始，在泥土里扎根，吸收阳光雨露，经历风吹日晒，再经过农民的辛勤耕种、收割、晾晒、加工，最后经过无数人的手才来到你的碗里。古人常说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。这简简单单10个字，背后藏着整个世界的运转。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。食物摆在面前，我们常常只看到它作为商品的价值，花了钱就是我的，吃不完扔了也是我的自由。这种想法把人与食物之间最深刻的那层联系彻底切断了。佛家讲要惜福。什么是福？你能吃到这碗饭，就是当下能享用的福气。而这个福气是有源头的，是有限的，是需要我们去珍惜和维护的。朱子家训开篇就讲，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，既婚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这里面讲的不仅是节俭，更是一种对万物劳作的深刻敬意。当你把吃不完的饭菜随手倒掉时，你倒掉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，你倒掉的是阳光的照耀，是雨水的滋润，是农民额头上滴下的汗珠，是运输司机长途的跋涉，是炊事员清晨升起的炉火。你倒掉的是无数人的心血，是整个自然和社会系统为你提供的服务。佛陀在经中开示，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被你倒掉的每一粒米都与无量无边的生命因缘紧密相连。浪费食物就是在轻慢这份深厚的因缘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只是浪费一点点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一个人能浪费多少？但聚沙成塔，滴水成河。一个微小的浪费习惯，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心态，一种觉得一切理所当然，不知感恩的心态。这种心态才是真正损耗我们福报的根源。福报就像是一个人的银行积蓄，你不停地挥霍，却不懂得存入，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。古人讲路尽人亡。一个人一生的衣食享用，冥冥中是有定数的。你早早的浪费完了，自己的路也就走到头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一种因果的警示。当你珍惜每一粒米时，你就在为自己积攒无形的福德；当你随意糟蹋时，你就在不知不觉中削减自己未来的路。浪费食物是在损耗自己的福报。也许有人会感到困惑，这听起来有点悬，浪费一点饭菜，真的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吗？我们从更深的因果道理来看一看。因果不是谁在上面记账惩罚你，它更像是一种自然规律。你种下什么种子，就收获什么果实。你浪费食物，种下的就是浪费的种子，是不珍惜的种子，是轻慢万物因缘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将来成熟的时候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呢？可能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获得食物的机会，或者让你拥有的食物质量变差，又或者让你即使面对满桌美食也食之无味，没有胃口。道家讲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这个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，而是指顺应天道，合乎自然规律的言行。珍惜物力，顺应物性就是善，暴殄天物，违背物性就是不善。不善的行为自然会带来不善的结果。我们从反面想一想，如果你是一个农夫，辛辛苦苦种了1年的庄稼，结果被人随意糟蹋，你心里是什么感受？一定是愤怒、伤心。万物有灵，天地间的每一份产出都有它的灵性。当你肆意浪费时，你发出的是一种傲慢、冷漠、不尊重的能量。这种能量最终会反弹到你自己的身上。佛经中常说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
我们的一言一行、起心动念都会像一个回力镖，出去之后总有一天会飞回来。你今天浪费了1厘米，这个因种下了，未来在某个你不知道的时间和空间里，一个对应的被浪费的果可能就会悄然来到你的生命中。也许是你辛苦工作的成果被人无视，也许是你急需帮助时却被人冷落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可怕？但换个角度想，这也是公平的。它提醒我们要对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。我们不仅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，也是自己所处世界的创造者。你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？是大家都珍惜彼此劳动、互相尊重的世界，还是互相糟蹋、冷漠无情的世界？答案不言自明。从停止浪费食物这个小小的行为开始，我们就在为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种下一颗珍惜与尊重的种子。这颗种子未来会长成参天大树，为你和他人遮风挡雨。你今天倒掉的剩饭，可能就是明天你生命中缺失的那一份温饱。你今天珍惜的每1粒米，都在为你未来的丰足铺路。明白了浪费食物的因果，我们自然会想，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是不是从此以后要苛刻自己，把剩菜剩饭硬塞下去，或者因为怕浪费而不敢吃饭？当然不是。真正的珍惜是一种中道的智慧，既不浪费也不执着。首先要做的是建立起惜物的观念。点餐时量力而行，吃多少点多少；做饭时计划得当，避免做多。万一有剩饭剩菜，想办法妥善保存，下一顿加热再吃，或者巧手一变做成新的菜肴。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智慧，但背后是一颗懂得体恤的心。你体恤食物，食物也会滋养你。古人讲，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推而广之，爱物者，物亦恒爱之。你对物品有一份珍惜，物品就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来回报你。更进一步，这不仅仅是对食物的珍惜，更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心。1粒米，它吸收了天地的精华，经历了4季的轮回，才成就了自己。我们吃掉它，实际上是接受了天地的一份馈赠。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去接受这份馈赠，我们的生命就和天地连接在了一起。当你怀着这样的心去吃每一顿饭，这顿饭就不再仅仅是填饱肚子，而成了一种修行，一种与万物沟通的方式。儒家讲，即神如神在。虽然我们吃饭不必如此隆重，但那份诚敬之心是相通的。诚敬地对待食物，就是诚敬地对待生命，诚敬地对待自己。更深一层，佛教的戒律中有不杀生、不偷盗等等，看似是约束，实则是慈悲。不浪费食物，其实也是一种慈悲。这份慈悲，首先是对于自己劳动和他人劳动的慈悲，也是对于地球上有限资源的慈悲。地球上还有无数人面临饥饿，我们手中倒掉的每一口食物，对他们而言，可能就是梦寐以求的珍宝。你的浪费，无形中是在加重这个世界的不平衡。佛陀教导我们，要上报4重恩，下济3途苦。珍惜食物，不浪费资源，就是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众生的一种布施。因为你节省下来的，可能就会流向更需要的地方。这份慈悲心会像一盏灯，照亮你前行的路，让你内心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宽广。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浪费食物的道理，从因果到慈悲，从惜物到敬天，最终要落脚的地方，还是我们自己的这颗心。所有的行为都是心的显现，改变行为，根本上是要转变心念。你如何看待你碗中的食物，你就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。如果你觉得它理所当然，可以随意丢弃，你的心就是傲慢的、冷漠的、与万物隔绝的。如果你觉得它来之不易，值得珍惜，你的心就是谦卑的、温暖的、与万物相连的。这个连接感就是幸福感的来源。当你感到自己与世界万物紧密相连时，
孤独和匮乏感就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充实与安宁。庄子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当你能在1粒米中看到整个天地，你就不再是一个渺小的个体，而是与天地同在的宏大生命。每一次用餐都是一次修心的好机会。在动筷子之前，可以花1秒钟静静地看一眼眼前的事物，在心里默默感恩阳光雨露，感恩大地母亲，感恩无数为这顿饭付出过劳动的人，然后带着这份感恩，安安静静地细嚼慢咽地吃完它，把自己碗里的饭菜吃干净，不剩1粒米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圆满。这种圆满会投射到你的生活中，让你做其他事情也更容易有始有终，获得圆满的结果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修行不在遥远的深山里，就在你日常的吃饭穿衣中。能把一顿饭吃得干干净净，心怀感恩，这就是真实的修行，这就是在生活中觉悟。最后，送给大家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小方法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做一个简单的觉察。每次当你准备要倒掉食物时，不管是剩饭、剩菜还是过期的食材，先停下来，在心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我此刻倒掉它，是因为它真的无法再食用，还是仅仅因为我不想吃了？第二，这一份食物从诞生到此刻，经历了多少因缘，承载了多少人的辛劳？第三，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正在挨饿的人看到我此刻的行为，他会对我说什么？感受一下这3个问题带来的内心触动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浪费的行为会越来越少，而每一次用餐都会变成一次充满仪式感的滋养身心的过程。吃饭时便好好吃饭，这就是最朴素也最高深的道理。愿你从碗中的1粒米开始，吃出健康，吃出智慧，吃出一个与万物和谐共处的丰盛人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或者对西服有自己的感悟和故事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来，让我们一起交流，共同提醒，共同进步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